家人们，最近我真是被比亚迪巴西工厂的这出大戏给震麻了，从头到尾，这简直就是一出活生生的人在囧途之巴西血汗工厂啊！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扒一扒，这背后到底藏着多少让人细思极恐的猫腻。还记得去年3月，比亚迪豪情万丈的宣布要在巴西砸45个亿建厂，那会儿我看着新闻，心里还挺替国货之光骄傲的呢。想当年，比亚迪那可是国货之光，电动车行业的领头羊，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多长脸啊！结果呢，好日子没过多久，4月就传出工地投诉，什么卫生条件差，没餐厅，没饮用水。哎呦喂，这都2024年了，还玩这套，这不是把工人当牛马使唤吗？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大的企业，这点基本保障都给不了，更离谱的还在后头呢。9月30号，一匿名视频直接给我炸懵了，中国工头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劳工大打出手，这特么不是19世纪的奴隶主做派吗？那一刻，我的世界观都崩塌了，这还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国制造吗？这分明是中国压榨啊！进入11月，工伤事故接二连三。12月1号，吴磊师傅腿部开放性骨折；12月2号，潘高师傅一根手指被切掉。听着这些，我的心都揪起来了，这些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啊，血肉之躯，不是冰冷的机器零件。接着，巴西劳工部联合6个部门，像一群侦探一样深入虎穴，挖出了比亚迪工厂的惊天大秘密。这份调查报告简直字字泣血，桩桩件件都让我愤怒到颤抖。你们敢相信吗？600名中国工人，只有8个不分性别的淋浴间，每31个人抢一个没厕纸的卫生间。天哪，这简直是把人往死里逼呀！凌晨4点就得起床排队上厕所，这哪是上班，这分明是上刑啊！还有那些触目惊心的细节，工人直接喝未经处理的自来水，有人甚至在建筑污水里洗脚，宿舍里臭气熏天，食物和建筑材料混在一起，甚至厨师把饭菜直接丢在地上，第2天就给工人当口粮。这是人吃的吗？这跟猪圈有什么区别？最让我感到脊背发凉的是，工人的护照被扣押，60%的工资也被扣着，想提前离职门儿都没有，押金和扣的工资都甭想拿回来，还得自己掏钱买机票才能回国。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强迫劳动，变相囚禁吗？还有那个所谓的提供技术支持的签证，结果呢？这些中国工人干的都是普通建筑施工的活儿，这简直是把法律当儿戏，把工人当傻子。我当时就想骂街了，这比亚迪，你是多缺德啊！拿着国家的脸面去挣黑心钱，你良心不会痛吗？第一次听证会，巴西官方直接给这事儿定了性，国际劳工贩运，类似奴隶制。哎呦喂，这帽子扣的可真够大的。比亚迪和金匠建设还不乐意了，说什么文化差异、语言理解偏差。大哥，这可不是一杯热水和一杯凉水的区别啊，这是人道主义灾难啊！你们所谓的文化差异，就是把工人当奴隶使唤吗？可笑的是，金匠建设还拿出员工按了手印的声明，说什么误会，珍惜这份工作。我呸，这跟那些被 PUA 的受害者有什么区别？在强权面前，他们敢说不吗？比亚迪巴西分公司也跟着打哈哈，说什么一直对分包公司员工的工作生活条件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多次通知外包公司做出必要调整。这话听着真刺耳，合着你们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工人受苦受难就跟你们没关系了是吧？更让人气愤的是，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竟然在社交媒体上阴阳怪气的来了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指责境外势力和国内自媒体恶意抹黑。我了个去，这脸皮真是比城墙拐角还厚啊！证据确凿，事实摆在眼前，你还在那儿甩锅，玩什么受害者有罪论？这不就是典型的捂盖子行为吗？唯一能让我感到一丝慰藉的是，外交部回应了，
说正在沟通核实，妥善处理，希望这次真的能给那些受苦的工人一个公道。第二次听证会的结果出来，我心里稍微松了口气，中国劳工拿到了赔偿，也陆续遣返回国了。但听证会上，巴西劳工检察员竟然证实，这些中国劳工是持非正规签证进入巴西的，这不就坐实了非法雇佣吗？简直是环环相扣的黑链条啊！到了5月27号，巴西劳工检察官正式对比亚迪和2家承包商提起了诉讼，要求赔偿2.57亿雷亚尔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这可是一笔巨款啊！这下我看比亚迪还怎么嘴硬。检察官法比奥利阿尔说，这些工人是非法带到巴西的，承诺的工作条件根本没兑现，简直是把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比亚迪的回应依然是那套冠冕堂皇的官话，公司致力于维护人权，并尊重巴西和国际劳动保护标准，说一套做一套，这不就是典型的两面派吗？表面光鲜亮丽，背地里却净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毛宁发言人也再次强调了高度重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一贯要求中国企业依法依规经营，希望这次事件能给所有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敲响警钟，别再把国内那一套血汗工厂的模式搬到国外去了，丢人丢到国外了，还想装无辜。这次比亚迪巴西工厂事件简直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企业在利益面前的丑恶嘴脸。他们把工人当成一次性消耗品，把法律法规当成空气，把企业的社会责任抛诸脑后。这不仅仅是比亚迪一家公司的问题，更是我们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过程中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我们到底要输出什么样的中国制造？是高质量、高标准的中国品牌，还是压榨劳工、漠视人权的血汗工厂？家人们，这事儿还没完，我一定会持续关注，直到所有受害者都得到应有的赔偿和公正。我们不能让这些黑心企业打着中国制造的旗号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要有骨气、有担当，更要有良心。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